来画这一朵花，把它换成这一朵花，把它画成蓝色的，就用这个蓝色来画。那这一朵是稍微的正面一点的，正面的话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花心就在中间，像一个这个向日葵一样的，像向日葵一样的，它的花瓣都是往四周展开。当然，花瓣的特征，它花瓣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物象有虚有实。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对比关系，我们的这个画面都是靠这个对比关系是撑起来的，有这个对比关系才有变化。我们要把这个变化，把这个对比关系画出来，然后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艺术的去创作，去把这个对比关系又去把它综合，让它看起来舒服。当然，我们每一个食物，我们对着这个食物去写生，我们并不一定说一定要跟这个食物一模一样，要去掉它的共同性。颜色我们不要底色了啊，就直接这个三青头青，三青头青太青蓝。就这几种颜色，不用底色，因为这个三青它是一个实色，知道吗？实色它是覆盖力很强的，是实色，里面就是粉状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加底色。我们如果画深色的牡丹，我们可以不用加底色，画浅色的可以加哈。当然这朵花也是比较浅色的，浅色的你可加可不加，你加的时候你加三绿，它会有一点另外一种颜色的感觉。不加也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实色。好，这个构图，4尺4开。那我们把这朵花画到这个位置，从这里出来，这里会出来一组叶子啊，一组叶子。好，这里还会出一些枝，从这里再出一个枝，这样子长过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构图，一个斜构图。好，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那我们正面的，我们给大家分解一个这个组合，好不好？给大家分解一个组合。这张纸是4尺的，4尺是多少？这个是138厘米乘以69厘米，这个4尺的就是69乘以138，然后你把它分为4张啊，这样子裁一刀，这样裁一刀，这样裁一刀，这个就一个4尺的分为4张，这个就是4尺4开的，明白吗？然后我再给大家分解一个这个组合，好不好？给大家分解组合，因为这个正面的花瓣它有这个花就分4个组合，它就完了。就是我们现在画的这朵花，它是一个正面的哈，一朵正面的。那我们中间是花心，那我画一个组合，我画这一块啊，这个第1块、第2块、第3块、第4块，我们画4个这样的组合，这一朵花就完成了，明白吗？所以我给大家分解式教学，我们每一节课里面，每一幅作品里面都会基本上都有分解。好，我们来画一个组合，组合的话，我们先画这个反瓣啊。假如说这朵花，我们这一朵花这个是花心，那我们画这一块的这个组合，沿着这个花心来画这个组合。那我们开始画这些反瓣，那这种各种各样朝向的这种小反瓣啊，大小不同，那朝向不同，有宽的有窄的。
要有变化啊！注意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变化，变化，变化，变化。那各种各样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种往里面叠加起来的，不能说我们全部都是反半排队，排队也不好看。你看，我们要有这种叠加的感觉，这样子才更加有这种层次感。好，这个反半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好，有一些很窄的啊，有宽的，有窄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各种不一样的这种。那大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弯一点，可以叠加，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再有更小的层次，小的层次里面还有小的层次，然后这里可以再来。你看这一个组合，那我们把这个组合把它补齐，好不好？那我们画这种有一些花瓣它是这个反瓣比较浅色，然后正瓣比较深色，但是有一些花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中心比较深色，外面比较浅色。那我们今天就画一个中心的是深色的，然后外面是浅色的。好，我们来补充正瓣。补充正瓣怎么补？是从这个花瓣这个反瓣中间的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看到没有？缺口，你看这两个反瓣中间有个缺口，这两个反瓣都是朝下哈，都是往下，都是往这个右下。然后补正瓣的时候，我们笔尖朝下，反方向，笔尖朝上，往这个最深的地方，这个侧锋这样子补过来。补一笔，这个是不是补了一个正瓣？这感觉是不是有这个正反的这种感觉了？有没有？来，笔尖上再补充一点颜色，来再继续补啊！你看这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侧锋往外拖，这一笔，这个是补充了一个。那一个里面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笔，让它有层次感啊。那可以再补充一个花，把它包过来，让它有这种包裹的这种感觉。这个缺口里面我们直接补上，补上也可以出来，也可以让它出来一点，这个层次感是不是显得特别丰富了？我们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就把这个正反瓣画清楚一点。真正到我们画这个作品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不用把这个正反瓣画的那么清楚了。好，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都补上最深的颜色，笔尖不停的补充颜色。你看这两个反瓣是对着的，我们就把它补成一个花瓣，让它觉得这个一个花瓣包起来这种感觉。这个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充，这边也是一样，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最深的颜色啊。像这些很小的细节里面，基本上看不到正瓣了，我们还是要补一点点啊，还是要补一点点。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让这个花瓣大。不补多一点层次，我们就补大一点。然后没有水分了，笔上没有水分，我们可以加一点水啊，直接加水，然后先调这个三清。把这个颜色再挤点出来，颜色没有了，再挤点颜色出来。再挤点颜色出来。你看我们的颜色是用了很多，所以说你们调的时候颜色要想画出这种鲜亮的颜色，颜色要调饱满，明白吗？
来再调这个头青，然后笔尖蘸这个太青蓝，笔尖调这个太青蓝。中间那个颜色是头青，三青、头青、太青蓝。好，继续来补充。那像这两个这个花瓣都正对着的这种两个的这种反瓣，我们中间可以直接补成一个，让它成一个花瓣。像这种卷起来这种花瓣啊，像一个花瓣卷起来了。然后这些缺口里面再继续补充这个反瓣，我们再补充这个正瓣。这个正瓣我们可以大一点啊，可以大一点，哎，可以很大的一个花瓣。好，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充。那像这些缺口，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碎瓣。不想让这个缺口太大了，我们可以这里直接一点一笔就是一个碎花瓣了。可以再补点一笔，又是一个小碎花瓣了。补碎花瓣的时候，就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了，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补充这个小碎花瓣。那这个组合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这朵花在这里再画一块，这里画一块，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朵花就完成了？这一朵花是不是画这个三个四个组合就完成了？好，我们来画作品啊，画今天的这个作品。这个花在哪里？你还是可以对折一下。其实这么小幅的可以不用对折，一看就知道这朵花长在哪里合适。好，我们这朵花就画在这个中上的这个位置，就画到这个位置，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好，我们来开始啊，开始画这朵正面的这一朵花，我们把它变成蓝色的，把它变成蓝色的。好，我们开始。笔上有点干，笔上干了，我们直接加水啊。今天没有加底色，因为这个三青它就是实色，颜色比较实，是实色，可以我们不用加底色。实色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就是粉状的。好，我们再调一点这个头青，把颜色要调匀，颜色要调久一点。我看有一些新朋友就是颜色调不匀，颜色调不匀就是你时间调少了，你一定要把颜色调到360度，这个笔尖到处都占满这个颜色才可以。然后笔尖调一点这个太青蓝，笔尖调一点太青蓝。水分太大的话，你可以在旁边沾掉一点。尽量画的时候，特别我们的新朋友，不要让笔上的水分太大了。如果你调的时候掉到这个盘子里都是水分的话，那说明水分太大了，你掌控不好水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太多水分，要控制好水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画，那我们的这个花心，让这个花心在这个地方。好，大概这个花心在这里。那我们开始画了啊，随便从哪里开笔都可以啊，从哪里开笔都可以。然后可以从这个下面开始，这个反瓣啊，各种各样形状的反瓣，我们不一定说我们的反瓣都是窄窄的、长长的，也有宽一点的，也有窄一点的。我们可以长到花心里面去一点，颜色要调匀，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啊。好，这个又可以跟它对面来，不同姿态的，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反瓣啊，各种各样形态姿态的这种反瓣，那可以有的可以这样子包起来。那这个反瓣可以从哪里出来都有。那这个反瓣里面还有这个叠加的，让它有这种叠加的这种感觉。里面还有大的旁边有小的，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好，画这一边。来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
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的。颜色一定要调匀，你看我这一笔颜色是不是没有调匀？颜色没有调匀，它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滋润，不好看。有长的，有短的，有各种姿态的啊。画的时候要比较随意一点，每一朵花它都是不一样的，比较随意一点。又往下，这个花瓣又往下，笔尖不停的在补充这个颜色，让它有一点变化，不能说全部直直的往下，全部直直的，层次，让它显得层次，有的地方显得层次特别丰富，很多这个小花瓣。这就是变化。现在我们笔上如果干了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水分进来。笔上干了，3清调的笔的可以调到2/3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不用底色，可以往上调一点也没有关系。尽量往上调一点。好，这种各种各样的反瓣哈，我现在都是比较随意的在画这种各种朝向的反瓣，看到没有？有大有小，各种各样的这种反瓣都在比较随意的去画。好，我们的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我们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好，我们再画这个正瓣，补充里面的正瓣。那么这个花的话，我们补充正瓣跟我们平时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平时补充正瓣是不是颜色更加深？好，我们继续来画这朵花。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个反瓣都画了，然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这朵花我们的颜色会越到边缘越浅，所以我们补充正瓣的时候也不需要把颜色调得特别深。我们平时补充正瓣的时候是不是把颜色调得更深了？但是我们这一幅的话我们不需要啊，不需要。好，我们从哪里开始加正瓣都可以啊，从看到哪里有缺口哪里就加哈。那这个缺口我们这样子滚过来，直接滚出这种花瓣的这种边缘的这种缺口来，它会显得更加自然更加好看。笔尖再补充颜色，
拿这些小的缺口里面去补充，小的缺口里面去补充最深的颜色。笔尖要补充这个深色啊，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稍微的要比它深一点颜色。那越到边缘，我们的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它。我们颜色不要加的太上了。好，这个从这个缺口刚刚画组合的时候已经教大家了，我现在就直接这么去补，因为水分很大哈，所以你们画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这一幅这一朵花的话是没有加底色的，所以笔上的水分是很大的啊。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好，加点水啊，加点水，笔尖上可以沾一点水，然后我们再调色，还是一样，先把这个三清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3调上一点，然后再调一点这个头青，调一点头青，然后笔尖蘸一点太清蓝，从这个缺口的地方开始补。水分有点大，我们可以稍微的快一点点。这些外围的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它，看到没有？直接这么去点它，点出来，让它虚一点。笔尖稍微补充一点颜色。那这些正瓣。这些反瓣里面补充这个正瓣，我们这一朵花即使是补充正瓣，也不用说颜色更深了，因为这一朵它是越往边上越虚的，看到没有？这朵花越到边上颜色越浅。补充了水分之后，加颜色调色，调淡一点哈。我们越到边上越淡，所以我们浅浅的调一层在笔的2/3的地方，然后再蘸一点点这个头青，这些缺口的地方都要补上啊。好，我们下面也是一样的要补，笔尖一定要有深色，这个缺口里面都补上最深的颜色。今天这里是没有底色的啊。笔尖一定要加深色。笔尖不停的补充一点深色。这个颜色没有调匀，不行。你看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匀，过来它就不行了。一定要把颜色调匀，不能快哦。我刚刚这一笔就是快了，太快了一点点，所以要慢啊，大家一定要慢下来，慢慢的来。笔尖要有一点点不深一点的颜色。即使这个虚的花瓣，我们点的时候，我们去点这个虚的花瓣的时候，我们要一笔笔的去点出这种笔触感。我们现在可以不加这个太清蓝了，只加这个头青就可以了。我们要一笔笔的去点出这种笔触感，看到没有？这种笔触感，点了就有这种笔触感。你有这种笔触感，才隐隐约约有这种不同花瓣的。你如果一直一笔过来，它就没有这种笔触感。稍微加一点点颜色。
我们把这个来笔上加一点水，用这个勺子加一点水到笔肚里面。我们颜色越调越少哈，越到后面这个颜色越来越少，明白吗？这朵花跟我们平时画的那个不一样，这个颜色是越来越少。我们这个花瓣虚的地方要一笔一笔的去点，点的时候如果太慢的可能点不出这种效果，因为水分很大，如果太慢的它水就摊到一起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快一点点，知道吗？那一笔，那我们再点一笔，那再加一点水，点，稍微笔尖可以加一点点这个颜色。那这边可以有的时候宽一点点，有的时候来宽一点点的这种花瓣。好，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看没有这种越来越虚的这种感觉。来，我们继续这一边。隐隐约约，水分要大一点哈，水分很大，水分大一点，然后快一点，是没有底色的。这个边缘是越来越虚，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我们要画出这种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为什么我说我们的物象要有虚有实，有变化，就是这样子，这个变化就从这里体现。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就在自然的这个环境中，你去看它，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我们要自由的去画，不要有所这个局限性，不要说我们要按照1、2、3、4、5、6的这个套路去画，套路画出来这种花它是死板的，没有灵魂的，我们要画出有灵魂的这个花来，明白吗？好，来继续来。这个花瓣我们添的时候，就这样子去一笔一笔的，你可以这边一笔，那边一笔。这个下面这个花瓣可以稍微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也没有关系啊。这朵花它就是跟之前的是有每一次我们画出来这个花都是花型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个姿态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姿态。再来调整一下，这一点颜色调一点上来，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太清蓝。调一点点太清蓝，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瓣，这个花型哪里需要有调整的地方，我们去调整一下。花型哪里需要调整，我们调整一下。好，我们来。这个花瓣就是这么，这个下面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啊，稍微的深一点点，下面这一的我们可以稍微深一点点。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去补充这个花瓣。
这一块我们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整体，看一下整体，我们再去调整一下整体。这边的这个花瓣让它再伸出来一点点，笔尖上蘸一点点颜色啊，不要蘸太多了，蘸一点点颜色，调整整个花型。笔尖蘸一丁点浅浅的啊，不要太多了，调整整个花型。好，把它调整一下。那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蘸深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这种纹路，回一下笔，稍微的深一点点回笔。这个是体现我们这一朵花的这个纹路。回笔的时候注意不要太深了，我看到有一些家人回笔的时候特别深，太明显了，不行哈，要隐隐约约的啊，隐隐约约的就可以了，不要把颜色弄得太深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好，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深色的地方，有一些这个白留白，把它可以遮一下。让深的更深一点，让这个层次感更加丰富。深的不够深的地方，我们再把它加深一点。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啊，像这种这一块，这一块不够深的，我们可以再加，让它更深。这个就是最后的做最后的这个调整，最后的调整也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把这个深的地方让它更深，要大胆的去画，细心的去调整。大胆的画，去细心的调整，然后用整个太清蓝把整个花心啊，不是画心，怎么说成画心了呢？把这个整个花心给填满。这个花心的地方，待会儿我们会画上这个花心。填的要自然哈，像这个由深到浅这种自然，不要太突兀了，也不好看。把这一幅作品完成。好，这幅作品让它从这里出枝，从这里出来。
我们先用这个嫩叶子的颜色，嫩叶是用这个三绿藤黄，调一点这个珠标，然后笔尖蘸胭脂。从外面出来哈，这朵花从外面出来，已经出边了，从外面出来。外面这里会来一组叶子，从外面长过来，然后这边来一组叶子，这里来一组。三叉九顶，一个枝出来，这个枝不要太瘦了，最好是1比成，最好1比成。我们这里再来一组，尽量不要平行，不要太平行了。这里一组，我们就在后面，我们要先画这一组，再去画那一组，让它在后面的一个层次。那么先把这叶子先画了，画一下这个花蒂、小花托啊、小飘带。这里会有一组叶子挡过来，那我们先把这一组叶子画了，然后再看这个画面。叶子的话，我们用这个太清蓝，这一组叶子比较少，我们这个盘子里有什么颜色我们就用什么颜色，好吧？把这个太清蓝加到这个盘子里的藤黄，用太清蓝调藤黄，或者是花青调藤黄都可以，然后再调墨。你看太清蓝加藤黄，它成了一种绿色。我们在这个盘子里调吧，调成这种绿色。太清蓝加藤黄，然后加墨，我们要加点墨进来，把它压一下，不要让它太绿了，加点墨进来。用太清蓝或者是花青出来的效果都可以。用太清蓝它就更加鲜艳一些，用花青它的颜色会更加稳重一些。那今天我们这盘子里正好有多的这个太清蓝，我们就用它画。好，我们画的时候，画叶子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笔尖蘸这个浓墨。好，我们先画这一组叶子啊，先画中间这一组叶子，这组叶子让它有一个遮挡，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示范的那一种叶子。好，中间来一片。这个叶子可以长一点啊，可以长一点，但短一点也没事啊，可以长一点。好，这里来一组，那后面这一组就是一个侧面的，侧面也是一样的哈，两边两笔。它这边的话，我们这一片的叶子，我们画一个侧面的。好，继续来下面这一组，下面这个枝干从这里伸出来，那这一组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下一点。然后这个中间这一片叶子可以最大大一点，然后一边一笔画一片叶子是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那两边这两笔有大有小，要有变化。然后这边还有一组叶子啊，这边有一组叶子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让这个叶子有这种层次的这种关系。你看它在前面，它在后面，那其实它后面还有这一组，然后看一下这一组我们怎么长。这一组的话就往下长上去了，又掉下来，又往下这种感觉。好，这一片，今天这个颜色用的是太清蓝调的，所以说它的颜色跟我们平时画这个叶子的颜色稍微的有一点区别。好，这一组，然后这边一组的话是3片叶子，我们这2片，那还有一片我们只让它这样子出来。好，这三个叉9顶，每一片上是3片叶子，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组合，我们画一个组合，这一组叶子一个组合就完成。那我们再画后面这一组，后面这一组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个什么嫩叶子的颜色。这边还画一组啊，这边我们从另外一边长过来，另外一边长过来。好，这边有一组叶子从另外一边长过来啊。还有一些让它下面还有一些这种淡叶的这种层次。好，这里一组两组叶子，那后面还有一个枝干哈，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枝干从这里出来，那这边我们就出不一样的颜色的叶子，我们让它成一组。我们画一组嫩叶，嫩叶是三绿加藤黄加这个珠标，调这个珠标。好，这里有一组，这里有一组，我们可以，好，中间一笔大，一样的哈，这个嫩叶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个嫩叶我们也可以让它伸出来，这一片，这里来一组，让它又有一个层次。这里来一个侧面的，好，下面还有一片。看这一组叶子，看一下哪里还需要有叶子啊？这里就不要在另外一个方向伸出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叶子先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加上它的一个老枝干，加上老枝干之后，我们再去调整这个层次感。老枝干我们还是用这支笔，我们把笔洗一下，然后蘸这个蘸这个浓墨。来看一下这个老枝干，我们从哪里出？这个花是从侧面出来的。花是从侧面出。好，我们有一点这种。
那我们直接伸出来。有一个穿插，这里伸一条枝，有一点太直了，我们在这里再来一个，打破一下它的直。好，这里来一条，我们从这里这个地方再来一条枝干。画这个枝干要一笔墨下去，要有这种浓淡枯的这种变化。好，这里让它很多枝出来。这里出2条，我们让这一条枝，这个往这里接过去，让它从后面伸过去的这种感觉。本来从这里长，我们让它有一个穿插的感觉，先把这一条主，这一条次，把这一条枝，让它从这后面传过来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画完了再去调整。这个枝我们就让它一个淡枝干吧，就让它有一条淡枝干。这个画面我很喜欢表现这个枝干比较多的这种感觉。这里2条已经很多，我们这里再跳出1条来。这里等一下可以加一个嫩芽到后面。好，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枝干进行一个调整，这枝干，牡丹枝干它是没有那么光滑的，它会有一些这种结节的这种感觉。这个笔可以散起来也是可以的啊，不用把笔调的这个太整齐，就用这个散锋来。加上一些这种结，这种枯笔要有这种浓淡枯的这种变化。好，这个老枝干我们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嫩芽给加上。
好，我们把这些嫩芽都加上啊。这个每个上加个不同大小的这个嫩芽，点一下这个嫩芽。嫩芽也是要有大有小的这种嫩芽。好，我们这个下面我们加一个，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嫩芽，大一点的小嫩芽，这好矛盾哦。让它这个嫩叶穿插过来。嫩叶长大一点的这种嫩叶。好，这个嫩叶稍微的大一点点。两个小嫩芽在一起，因为我这个空间有一点点大，我们要让这个空间不要太平均了，所以我们把这里再加一个，像这两个空有一点相似，我们这边再加一个，我们边画边根据这个画面去改变。好，嫩芽很多，让这一块很丰富。后面我们想要再多一点层次，也可以再加一些淡叶的层次。当然这一块还可以加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啊。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加一些这种淡叶的这种层次在里面。加一点淡叶的层次啊。这里面加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好，这里面后面有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
让这个空间不要淡叶的层次在这里也出现一点点。好，我们来勾叶筋，再不勾叶筋都干了。勾叶筋我们用这个浓墨来勾。一片叶子上勾个2、3笔就可以了。把这个叶柄可以加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嫩叶用这个胭脂勾一下。来，我们画上这个花心，画上这个花心。我们把花心画在这个中间，画5个瓣啊。用这个3绿，现在用3绿画的这个花心，然后用这个胭脂
用胭脂来提，这个胭脂都干了。笔洗一下，湿一点再来。好，用胭脂提一下，然后我们用这个藤黄加太白调和的这个颜色，藤黄少太白多，藤黄和太白1比2的调和。藤黄1，太白2啊，不要搞反了。藤黄1，太白2，调和来画这个花心。这个里面可以不用加水，就是你最后干了，你可以加点水。现在我这里有一点干，没有干，你刚调的时候你不用加水，因为你这个笔洗了之后自然是有水分的，不要加水啊，就是笔上的那个湿度就可以了。好，我们画这个花心，这里一组，这里一组，这一组，3组、4组、5组，点5组花心。来画花心的时候，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拉近一点，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好不好？好，2组，这个心可以往里面弯一点点，它有一点往里转的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姿态。好，3组，然后4组。好，我们可以很整，然后偶尔跳出几个来，这个花心才会显得更加灵动。好，我们里面可以扫一点点这个花丝，花心的这个丝。好，这个花心就这样，花心就这样可以了。